有这样一个国家，你问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10年前可能还有人会说进大公司当总经理，买车买房，但今天你得到的答案大概率是一份长期且安心的工作，不是什么宏大的愿望，不是什么出人头地，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，能安安稳稳干到退休就行了。听起来很踏实，对吧？但你仔细想想，20多岁正是一个人最有野心、最有冲劲的年纪。在这个年纪说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求个安稳，这不是踏实，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。这个国家叫日本。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给这种现象取了一个名字：低欲望社会。什么叫低欲望社会？不是简单的躺平，而是一种全社会性的欲望消退。年轻人不再热衷买名牌，不再追求升职加薪，不再把买房买车当人生目标，一部够用的手机，一套小小的公寓，一份稳定的工作够了。更扎心的数据在这儿，日本20到30岁年轻人的汽车拥有率只剩30%出头，而1993年这个数字是7%半以上。服装月均支出从12000日元降到了7800日元。他们不是穷到买不起一件衣服，他们是觉得没必要。消费欲望在退潮，恋爱欲望也在退潮。日本30岁以下人群中，整整40%没有任何恋爱经验。一家婚恋公司的调查发现，到了20岁，日本有1半的年轻人没谈过恋爱，而这个数字是过去10年里最低的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2025年年底的一项全国调查，未婚群体中76.3%的人，超过3%没有交往对象，创下历史新高。想结婚的人已经跌破40%，仅36.8%，比上一次调查直接掉了10.5个百分点。20多岁的年轻人中，7成男性、5成女性没有配偶或恋人。20多岁的单身男性有4成连一次约会经验都没有。你可能会说，不想谈恋爱，不想结婚，那他妈把钱花哪儿了？花在虚拟世界里。调查发现，超半数日本未婚者曾为虚拟情感支付报酬。追星、应援、虚拟恋爱、AI 情感陪伴，这些低成本、高反馈、零风险的情感替代品，正在以爆发式的速度取代真实的亲密关系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不谈恋爱？为什么不结婚？男人们的回答很直白，可自由支配的金钱会减少。翻译成大白话，结个婚我就养不活自己了。女人们的回答更干脆，感受不到结婚的必要性。我一个人活得好好的，干嘛找个人回来拉低生活水平？你看，这不是感情问题，这是一道冷冰冰的经济算术题。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给出了一个更精准的诊断，他提出了一个概念，叫希望隔差社会。日本年轻人被一条无形的线分成了2个群体，大约3%有稳定工作的人仍然会按传统路径结婚生子，而另外1/4就业不稳定的年轻人，因为对未来彻底丧失了信心，干脆选择不婚不育。希望在日本已经成了一种按阶层分配的资源。但你如果以为低欲望是这些年轻人主动选择的佛系人生，那就把问题看浅了。翻开他们的工资条，你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国民年金、后生年金、健康保险、介护保险、雇用保险，名目多到像中药铺。后生年金的缴费率从2004年开始每年涨，一直涨到2017年固定在18.3%。国民年金也从2005年起每年涨，一路涨到每月固定缴纳16900日元。有分析指出，日本年轻人收入中30%到45%的部分会被各种社保和税费吸走。更荒诞的是，这些被扣走的钱大头都流向了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地方——老年人的口袋。日本厚生劳动省算过一笔账，戳穿了养老金制度最冰冷的真相。1945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领到的退休金总额是当年缴纳的保险金的5.2倍，而1985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将来能领到的只有2.3倍。你交了一辈子钱，将来的回报不到你爷爷辈的一半。日本学界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叫代际会计，用来计算不同世代之间的养老金赚与赔。你交钱养着上一代，但等你老了，下一代没几个人了，养不动你了。这还没完，高龄老人的医疗支出还在逐年飙升，光是老年医疗补贴一年就达到了创纪录的3.85万亿日元，折合人民币1800多亿。
全日本约1400个健康保险协会中，有660个出现赤字，接近一半。老年人的医疗账单越开越长，而买单的全是正在工作的人。更让年轻人破防的一幕发生在2026年4月，日本政府正式推行了一项叫儿童育儿支援金的新制度。所有缴纳医保的人，不管你有没有孩子，年收入超过200万日元，折合人民币不到10万块，就要按收入阶梯额外再交一笔钱。年收入1000万日元的高收入单身者，每月最高要交1650日元。200万日元什么概念？按日本平均最低时薪，一年工资大概219万日元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不是失业状态，这一刀基本躲不过去。这笔钱拿去干嘛？补贴有娃的家庭，多生多补。政府说这叫全体民众合力托举社会未来。年轻人说这叫单身税。你还没找到对象，已经被迫替别人养孩子了。日本民众愤怒的逻辑很简单，真正有能力生3个孩子领最高补贴的，往往是不差钱的富人。而收入一般的家庭，生孩子压力大到根本不敢生，到头来补贴没领到，钱还照样得交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已经变成了穷人打工挣钱给富人孩子上学。政策推出当天，社交媒体直接炸了锅。民调显示，42.1%的人反对这项政策，只有32.8%的人支持。政府试图解释，这不是惩罚单身，是全社会一起分担育儿成本。但年轻人算的账不一样，你一个月扣我30%的工资去养别人的养老金，现在又多扣一笔去养别人的孩子，那我自己的日子怎么办？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偏偏是日本年轻人被压榨得这么彻底？根源藏在日本战后独特的历史断层里。日本有一个词叫团块世代，1947到1949年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，他们在经济腾飞期长大，享受着终身雇佣、高额年金、优渥退休金，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代。而制定现行社会保障政策的恰恰是他们。但当这代人全部进入退休年龄，游戏规则就彻底变了。与此同时，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走上社会的年轻人情况截然不同。他们毕业时赶上就业冰河期，正式岗位10年减少了23%。目前25到34岁就业者中，近30%是非正规就业，20到24岁则超过40%。收入少不稳定，很多人结不起婚，养不起娃。日本总务省2025年9月的数据显示，全国非正规雇佣者占比仍高达35.7%，超过1/3的劳动者拿着不稳定的工资，缺乏晋升通道和福利保障。更严峻的是，15到24岁的年轻人中，非正规雇佣比例已经突破50%。早稻田大学教授桥本健二的研究更戳心，他指出，日本已经诞生了一个叫底层阶级的新群体。每7个劳动者中就有1个属于这个阶级，总人数超过900万。这个群体的平均年收入只有216万日元，不到正式员工平均年收入486万日元的一半。非典型雇佣者的年收入中位数更是只有178万日元，折合人民币不到8万块。桥本教授说的直白，无论再怎么努力工作，也很难摆脱这种处境，差距已经呈现出愈加固定化的倾向。努力无效，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绝望的4个字。日本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相比1990年实际下降了超过20%，而2026年日本实际工资已经连续24个月下降。普通上班族月薪约20到23万日元，折合人民币9000到1万块，但税后可支配收入的购买力仅相当于中国2线城市的4000块。一边是收入缩水，一边是物价上涨。2025年，日本食品涨价品种超过2万种，一袋5公斤的大米价格涨到了4337日元，持续高位运行。大前研一说的一针见血，问题的本质不是年轻人欲望低下，而是努力和回报之间的链条断裂了。年轻人们目睹父辈在泡沫经济中的惨痛教训，得出结论：努力工作没有意义，买房投资充满风险，对未来不应抱有期待。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降低欲望，不追求，不冒险，不折腾。于是你看到的不是一群主动选择佛系的人，而是一群被现实逼到墙角，只能缩回自己世界里的年轻人。他们不是没有欲望，是他们的欲望被一个接一个的现实暴击打成了碎片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。
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观察到一个更微妙的变化。他说，这届年轻人开始大量藏身于虚拟世界，沉醉于追星、打游戏、看自己想看的内容。这不是好坏的问题，这就是当下的现实。当现实世界给不了你任何正反馈，虚拟世界至少还有一个点赞、一句弹幕、一个能让你短暂忘记烦恼的碎片。那么这条路走到尽头是什么？2025年，日本全国共有7.69万名独居者在家中孤独去世，其中超过2.2万人死后8天以上才被发现，208人时隔1年以上才被找到。每小时就有将近9个人在无人知晓中悄悄离开这个世界。更让人心惊的是，孤独死并不只是老人的事。65岁以上老年人只占70%，剩下30%是中青年，男性占比高达80%。日本男性的社交几乎完全绑定工作，退休那天失去单位这个容器，所有社会关系就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里漏光。日本结婚率降低，少子化、高龄化、都市化导致单身者激增，预计到2050年，单身人口占比可能达到44%。当整个社会被切成一个个封闭的独居单元，再好的制度也没法及时送到每一扇紧闭的门后面。从选择不婚不育的那一刻起，这个结局就已经埋下了伏笔。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20多岁说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求个安稳，这不是他们没有野心，这是他们在用降低期待的方式保护自己。1个月工资被社保和税费抽走3到4成的时候，你拿什么去约会？当单身税从工资卡里直接划走补贴别人孩子的时候，你拿什么去规划自己的家庭？当你拼命奔跑，收入却比30年前的同龄人还低2成的时候，你拿什么去憧憬未来？消费降级是不敢花，恋爱回避是不敢谈，婚育退潮是不敢生。所谓的低欲望，不过是一代人面对毫无胜算的游戏规则时集体签下的停战协议。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有一个预测，冷静到让人后背发凉。他说，日本未来将成为一个很多人虽然想结婚却结不了婚，并最终独自迎来人生终点的社会。想结婚却结不了，想努力却看不到回报，想有未来却发现未来早就被各种账单提前预支了。大前研一说过一句话，或许是最精准的总结：问题的本质不是年轻人欲望低下，而是社会需要创造值得他们追求的未来，而今天的日本显然还没能拿出那个未来。这就是日本，一个年轻人不敢消费、不敢恋爱、不敢生育的低欲望社会。当你交着最重的社保，拿着比父辈少1半的养老金回报，还要被征收单身税补贴别人的孩子，而自己老去时可能独自死在房间里，几周无人知晓，你会不会也在某个深夜问自己一句：我努力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同学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。咱们下期再见。